抱歉打扰你休息了，等你方便的时候我们再谈吧。咖啡白喝了？旧金山时间下午5点吧。下午5点。啊？8点？岂不是一睁开眼就要跟他谈案子了？没事，好歹还隔着1万多公里呢，不用面对面谈。还早。这么迟了。在加州当律师，许怀松应该不是这么清闲的人吧？不会干等我的。许律师，实在抱歉，我起晚了。你现在有空吗？那直接开始吗？面谈吧。他不是在旧金山吗？视频。视频？冒昧请问，这个案子有必须要视频面谈的部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不太方便。多久？都说在前男友面前不能输阵，前男神跟前男友只差了1个字，这么邋里邋遢也不行吧？10分钟。
正式了吧？你信不信？许律师，我这边可以了。许律师好。阮小姐的原稿篇幅有点长，我先粗略的过一下。比较长的话也可以不看。写的还不错，可以看得下去。谢谢。许怀颂这个家还真是冷不溜秋，毫无生气啊。许律师，你喝的这是黑咖啡吧？这么大口喝黑咖啡，我还是头一次见呢。习惯了。反调色盘的制作有什么想法吗？啊。阮玉啊，阮玉，你在干什么？许律师，不好意思，我去拿一下资料。那个许律师，我去拿一下资料。许律师，那个，之前呢，一位业内的朋友已经帮我做了一部分的反调色盘了。我从中摘取了几个例子，觉得可以作为反击的方向。说说看。第一个方向是情节上的，比如我在第10章写到的男主角和几个配角的对手戏，就是吃炸鸡那个情节。吃，你放学弄个梯子来，放后门墙根那儿啊。什么梯子干什么呀？你明知故问，当然是翻墙出去买炸鸡啊。许怀颂这种清冷优雅和露水长大的人，难道会跟他们沆瀣一气，为贪吃炸鸡违反校规吗？你作业写完了吗？我没兴趣。学啥呢？写什么作业呀？你不去，我把手机给老阮了。哎呀，完了！要是交给我爸那暴脾气，许怀颂就完蛋了。吃炸鸡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。去不去啊？谢谢老师，等我用完了，我马上给您还回来。不急的，这个梯咱让老师慢慢用，回头得空还回来就行啊。谢谢老师。许怀颂，这下他们不会为难你了吧？
就算是真实发生的事儿，但过了这么多年，他应该也不记得了吧？这个情节怎么了？这个情节写诗人那边也有，但是仔细看，我们的描写意图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这边是女主视角，写这个情节是为了体现她的暗恋心迹，但是写诗人那边是男主视角，后续是一段男主角的心理描写，说他其实很喜欢吃炸鸡，但只是因为当时女主角就在附近，他觉得翻墙这个行为很丢脸，所以才故意表现得不食人间烟火。我觉得写诗人写这个情节是为了体现男主角的表里不一。你没事吧，徐律师？所以，后来把梯子还回去了，你有挨罚吗？他问的是我，不是书里的女主。难道他已经看过我的微博，知道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啦？徐律师，你看过我的微博吗？没有啊。阮小姐的微博有什么我需要特别关注的吗？如果有，我现在可以看一下。没有没有，都是些不重要的东西，没有什么需要看的。我们继续。刚刚说了哪儿了？哦，刚刚说到我把梯子……哎呀，不是，我都被徐律师你说晕了。徐律师，我纠正一下，我们现在聊的不是我本人。我们说的是我小说里的主人公，而且你刚才那个问题跟我们的案子也没什么关系吧？阮小姐，为了这个案子能够取得我们双方共同的满意，作为你的代理律师，我希望你能够100%的信任我，而不是质疑我的专业能力。哦，那女主有没有受罚？跟这个案子到底有什么关系啊？写诗人写了，第二天，男主看到了女主在罚站。如果说你的女主也挨罚了，幸好我觉得女主太惨了，所以没把这段写进去。徐律师，你真是目光如炬，我刚刚差点错怪你了，不好意思啊。继续第二个情节吧。哦，第二个方向是人设上的。虽然呢，这两本书有很多撞梗的地方，但是男主的人设其实很不一样的。在我的小说里，男主男主安静优雅，成熟稳重，虽然性格高冷，但是内心很温柔，还是很有内涵的学霸。嘎，我又把阮玉学姐的小说重新看了一遍，怎么在她那儿你就成了这么一朵高岭之花了呢？哥，你以前是不是每天在她面前装模作样啊？哦，现在看来阮玉学姐应该喜欢那种调调的。哥，你要小心哦，不要人生崩塌哦。你作业太少了。但写诗人那边的男主，我总感觉
如果说我的男主气质比较像是《流星花园》里的花泽类，那写诗人的男主反而有点像《流星花园》里的道明寺。别动啊！这是我给阮玉的。哦，阮玉，又是给阮玉的，这个给阮玉的。这个阮玉天天来追啊，那必须。喂，女人，刚在食堂看到你爱吃的烤玉米，拿去。不必，又是你啊！什么十班道明寺？你以为你什么霸道总裁吗？哼，幼稚！看什么看啊？不知道阮玉是我看上的人啊？我没有把你告到老阮面前，已经很给你面子了。你要是再对我死缠烂打，打扰我学习，咱们就教导主任办公室见。阮玉。还有，道明寺了不起啊？我喜欢的是花泽类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哦，我可能说的太复杂了，简单总结一下就是，我觉得写诗人的男主很贪玩，很幼稚。那个年龄的男生，不都差不多？怎么没有？怎么会差不多呢？写诗人的男主跟我的男主可差太多了。你看他成天为了炸鸡可乐费尽心机的，这还不贪玩吗？而且他为了博得女主好感，每天都在女主面前装模作样，这还不幼稚吗？这跟我的男主一点就不一样。我记得后面还有一些情节可以证明，你等等，我找给你看看。不等了，今天的会就先到这儿，改天继续。这么突然就挂了吗？怎么好像还有点生气啊？我说的又不是他。做啥梦呢，大兄弟？能问出这种问题，那这辈子是铁定做不了高冷贵族了。高冷要优雅，要胸有成竹。这么高冷吗？不对劲，很不对劲。徐律师，你睡了吗？没什么要紧事儿，我就是想请教一下，今天的会上我是不是哪里说的不对？你怎么突然挂了视频啊？没有，当时来了别的工作。不过我也确实认为，阮小姐带着强烈的个人情感，大肆批判对方的男主，这样不客观、不理性的状态，并不适合继续谈案。原来是因为这样，
太严格了吧？许律师，你误会我了，我那只是因为看你不认可两个男主的不同，有点着急。我认。喜欢的根本就不是我，这牌怎么摊？精英律师就是不一样哈，时时刻刻要保持客观理性。他约你后边开会的时间了吗？没有，但愿他是被什么大案子给绊住了，没什么时间再给我开视频会议了，不然我这一天天的就跟上学监考似的。也不是不可能啊，我查他的资料，他在美国负责的 SJ 侵权案，当年可是引爆外媒讨论，说年轻有为的许律师单枪匹马帮 SJ 起死回生。据说啊 ，SJ 现在付给他的法律顾问的费用，都够他后半辈子吃穿不愁啦。这么厉害，不枉我当年暗恋他那么久，说明我眼光还是很不错的。你光眼光不错可不行，他那么聪明，你确定自己没穿帮？小姐姐，谢谢你啊，我们自己再试试。好的。目前还没有。我跟你说，我为了不露馅，每天跟他斗智斗勇，可太累了。视频一次就像跑了800米一样。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倒是没什么变化。我怎么听出了一种余情未了的调调？哪有？怎么没有？你看你现在每次提起许怀松那个样子，情绪波动的，跟18岁有什么差别？谁碰上这么离谱的事情能没点情绪波动啊？再说了，这28岁的恋爱，也不可能像18岁那样，有荷尔蒙的冲动就够了。这不光长相上要有生理冲动，相处起来要有人格魅力，还要精神上3观一致，灵魂上有所共鸣。这4个条件可是缺一不可的。我现在这点情绪波动，哪够得上什么旧情复燃？顶多也就是对青春时光的追忆，对年少时那个自我的怀念吧。不愧是作家，又是4大条件，又是追忆怀念，切割的挺清楚啊。他好歹是当年那么喜欢的人，再遇见，总有点亲近感吧。我这一天天捂着马甲生怕掉了，哪敢对他有什么亲近感啊？再说，这都已经过去10年了，他现在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律师，他还是别那么负责了，最好能把我的案子全都交给刘律师。那刘律师呢？你们工作也接触几天了，中间有没有迸发一些爱情的小火花？别说我现在这个情况没心思谈恋爱，我就算要谈恋爱，那刘律师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。你不试一下怎么知道适不适合？那像我刚跟张琛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很嫌弃他，他最后怎么样？真香。是挺好闻的。您好，帮我拿一瓶这个，谢谢。怎么了？总感觉有人在看我，怪怪的。是大白天的，你要从言情频道转到惊悚故事了。挑你的吧。要哪个？挑完了。转学姐，哎，真的是你？请问你是？我是岑思思啊，学姐，你不记得我了？
天哪，学姐，我真的好久都没见你了。我刚在那边偷瞄你半天，我还怕认错人呢。哎，你毕业以后就留在杭市了是吗？嗯。这是我们大学学妹陈思思，跟我一样是中文系的。哦。这是我的好闺蜜沈明英。呀，沈学姐好。哎，我记起来了，那时候你跟阮学姐都跟石灿在文艺部，对吧？我跟石灿是发小，我去看他的时候见过你好多次呢。看你们仨从早到晚都泡在文艺部里，真好。哎，对了，过几天他在杭市有个演出呢，你们没约着见一见？我们现在联系的不多，确实也不知道他的行程。哦，确实是他去年回国发展之后，确实挺忙的，就连家里人都很少能见得到他。但是你说再怎么忙，也不能忘了老朋友，对吧？这样，改天我约他时间，咱们几个一起聚一聚，可以吧？哎，学姐，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呀？算是自由职业吧。啊，不会是作家吧？算不上，也就是个普通写手。你呢？毕业以后找了什么工作？啊，我呀，我就是在家里的公司上班呢。不过咱们学校真的是人才辈出啊！你看石灿是大明星，学姐你又是知名作家。不过我倒是认识几个网络作家，这个圈子好像挺不好混的，他们也都挺不容易的。我还好吧，我比较佛系，自己写的开心就好。啊。是，现在网络舆论环境也不太好，学姐你能看开点挺好的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你客气什么啊，你忙。许律师，刚刚得到法院那边的消息，案子进展到追加被告这一环了。这么快啊？许律师，你那边应该很晚了，还在工作？失眠，习惯了。哦。我打电话过来就是想问问你，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你可能和被告认识。认识。他跟你是大学同系，低你2届。他也是恒大的。没错，他叫陈思思，有印象吗？我正在跟他一起吃甜品呢。看来从之前网上泼脏水到今天的偶遇，可能都不是巧合。网文圈里都懂的套路，抄袭小透明，剽窃别人的创意，再塞点钱让对方闭嘴。这虚假的声明，温香是把网友都当傻子吧？1年不写东西，到底是灵感枯竭还是没得可抄了？以前那些作品真是他自己写的吗？学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我看你脸色怎么不太好？学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学妹，你是不是在千和网有个叫苏成的笔名啊？啊，学姐你是神仙吗？我不是神仙，我是温香。直接坦白局啊！我干脆找个法官来这儿给你俩开庭得了。学姐，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哎呀，你说这世界也太小了吧？那微博上我
冷静一下。学姐，不是，你看，这事儿误会大了。我要是早知道温香是你，我肯定不会发那条微博的。是吗？嗯，为什么呢？你肯定不会干抄袭这种事儿啊。学姐，你是不是把我给告了？你看，这误会可闹大了。我要是早就知道苏晨是你的话，那我就早点告了。本来也是我做的不对，学姐。我也没有想把事情闹大。如果你真的觉得是误会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考虑和解。真的啊，学姐，那太好了。这事要是让我爸知道的话，他得骂死我。要是石灿也知道了，那他得多为难呀。学姐，你要是愿意原谅我的话，我一定公开向你道歉，争取消除对你所有的负面影响。我以后绝对再也不犯蠢了。你就是让我当牛做马，我都愿意。你也知道你做人不行啊，多大的事儿啊！但是和解程序我确实不太懂。和解当然要跟律师谈啊，关键我们不懂流程，万一谈错了，那不是给以后制造麻烦？也是，官司的事情也不是我们自己能说了算的。你明天有空吗？明天？我明天公司可能要开1天会，我可能走不开。学姐后天可以吗？也行。那法庭那儿，我可以让他们暂缓流程，你不用担心。加个微信吧，方便我们后面联系。好。这是整理好的和苏晨的对话内容，辛苦2位律师看一下。从对话内容判断，森思思可能真的不知道你就是温香。不一定。事情比较复杂，明天当面聊一下吧。2位什么时间方便？明天下午1点可以吗？我这边没问题啊，许律师。推迟4个小时。啊？你那边岂不是凌晨啊？时间上我都可以的，以许律师为准就好。行，阮月，那明天咱们就下午5点公司见。谢谢 ，Thank you， OK， 这边。哎，许律师，真是太感谢您了。要是没有您，我们这异国他乡的摊上官司，不定让他们欺负成什么样了。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公正的保护和救济无辜者，这也是我们律师应该做的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我们就是一帮穷打工的，只有您愿意公益为我们打官司，还前前后后做了这么多的工作。总之，谢谢您。出门在外，还是得靠咱们自己同胞。行，那就不耽误你工作了。我先走了。喂，哥！哎，气死我了！那个苏成竟然怂恿我起诉阮玉学姐，我发给你看。
思来想去，还是建议你起诉文香，毕竟他侵犯了你的著作权。妹妹，你刚进入网文市场，不知道温香抄袭的举动会给你后续带来多大的伤害。你看到了吗？那我怎么办呀？那就让他先证明，他就是苏城本人。许律师应该是睡了吧？他那边已经凌晨了。嗯，也是。那咱不等他了，没事。许律师不在，这不还有个刘律师呢吗？是吧？那咱接着昨天的话题聊。好。陈思思给我的感觉是有些用力过猛的。在我跟他说我是温香以后，他下巴突然猛地磕到玻璃杯上，眼睛都痛得开始闪泪花了，揉了好半天才说，不会是开玩笑吧什么的。还有，他被戳穿了以后，满脸通红，拼命的用手扇风。这些动作在当时看起来只是显得他很震惊，但后来我越琢磨越觉得不太对劲。你的意思是，他都是演的？他应该是没有想到我会这么直接的摊牌，所以他那些夸张的动作，我觉得是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，好为自己的反应多争取一些时间。所以，我认为他还有后手。后手？不会的，哪有那么多后手？你们这作家是不是想象力太丰富了？可是他的那些行为确实让我……许律师，你怎么回国了？你不说律所见吗？这什么呀？陈思思的后手。这也太绿茶了吧！不好意思啊，有点激动。绿茶是？你照照镜子就知道了。不过我有个疑问啊，你们是怎么联系上写诗人的？我之前联系过他，他总是神神秘秘的，最多也就只愿意出一个声明。现在他居然能配合你们当卧底。我们是专业的律师，当然也要有一些专业的办法了，要不然你这代理费我们不是白拿了吗？那像陈思思这种故意上门挑衅，而且明里一套背后一套的人，请问两位专业的律师，我们接下来应该如何应对？等会儿他要是问你接下来怎么办，你就说拉黑被告，出气。为什么？拿出点律师的专业精神来好吗？这种时候应该再做一次网络证据保全。我知道，你按我说的答就行了。要是真的很讨厌这个陈思思的话，直接给他拉黑也行。你小学生啊？现在证据都给你送上来了，当然是要协助当事人再做一次网络证据保全。这俩人的关系，对呀，对。刘律师有句话，我确实不应该说。不过你作为我们律所的合伙人，确实应该再提升一下自己的办案能力和业务水平嘛。以你目前在这个案子上的表现来看，我建议还是由我来做主要对接。已经这么剑拔弩张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
律师，别往心里去。许怀颂啊，你个老狐狸啊！谢谢两位律师了。他的电话有吗？陈思思的吗？对，有。录音取证会吗？你是说陈思思还不知道自己被写诗人出卖了？我可以假装不知情，向她套话。不太会。许律师能教教我吗？如何有效地进行电话录音？我们要试图去引导对方在第一时间就确认身份。我明白了，就是说不能跟他绕太长的时间，要尽快引他说出重点。没错，所以有信心吗？我大概了解他的心态，可以试试。啊，明天中午12点的时候，我给他打电话，那个点呢刚吃过午饭，脑供血少，他的反应力会下降，没准就不容易起疑心了。月月，那明天你吃完午饭以后，你的思考能力会不会也下降啊？别担心，刘律师，我可以提前吃饭。行。哎呦，一说到吃饭，咱是不是也应该把今天的晚饭吃了？都这个点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到这么晚。要不我请你，还有许律师一起吃个晚饭吧。行啊。非常感谢这段时间许律师还有刘律师对我的关照。哎呀，文月，这么说就太客气了啊，这我们应该做的嘛。不开车了，就不喝了。啊，那许律师你喝点别的。给你点一可乐。不健康。你好，帮我来一杯柠檬水，谢谢。好的。阮玉，怎么喝？也是，工作压力大，喝点养生的比较好。是。来，尝尝这个。认识啊？阮小姐，我提醒一下，未经他人允许擅自拍摄他人照片，会有一定的法律风险。我不光要拍照，我还要抡拳头呢。啊？要帮忙吗？不用了，私事。你身上这款香水味道很不错。我是专门借您挑选的，您不觉得很符合你优雅的气质吗？是吗？这个香水是我陪你女朋友买的，我怎么不觉得它符合这位小姐的气质呢？阮玉，这么巧啊？是啊，无巧不成书嘛。要是不巧的话，我还看不到这一幕呢。你觉得那人是谁啊？你没听他刚才说吗？私事。肯定前男友啊。都前男友，有必要这么生气？没有爱，哪来的恨呢？也就是心里没放下。啊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跟我谈商务合作的林老板。这位是我是张川女朋友的闺蜜。林老板应该不知道张川有女朋友吧？不过也是，谈生意嘛，又不是谈恋爱，
也不需要交代家底，是不是张川？对。想和我谈生意的人多了，你算老几？我凭什么和你谈？林姐，阮玉，你真的误会我了。我误会什么？真的在。什么情况？这谁啊？我女朋友闺蜜。管的有点太宽了吧？我们好好的合作，你给我搅黄了。你们那是正经谈合作吗？什么合作需要摸着他的手谈啊？摸下手怎么了？我摸一下你的手又怎么了？你干嘛？我就摸呀！我就。你又是谁呀？我是他的律师。这位先生，我想我有必要提醒，根据《民法典》第1010条，违背他人意愿，以肢体行为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，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。吃饭带个律师，什么大人物？别闹了，走吧，合作怎么办？没事吧？吃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因为一点私事耽误了我们吃饭的时间。哎呀，你这么说又见外了。没事，我们都吃得挺好，是吧，怀松？嗯。不过你好像要迟到了。啊？下个当事人的会面。对，哎呦，你看，得亏你提醒我一下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阮玉，我还有点事儿呢，我就不能送你了。让他送你。哦，不用麻烦了，我打车就可以了。哎，别打车，不安全，万一再碰上刚才那2个人呢？你。上车。去吧。那谢谢许律师。要不要告诉他？你如果需要法律帮助的话，可以说。哦，好。不过暂时还没到那个地步。许律师，你说，如果看到自己的男朋友在摸其他女人的手，是不是就可以断定为他在劈腿？你确定那还是男朋友？当然确定了。于情可以，但于理，证据不足。这都摸上手了，还不能断定为他是在劈腿吗？不能算作确凿的证据，但你有和他分手的权利。我和他分手。嗯。许律师，你误会了，那个人是我闺蜜的男朋友。
抱歉，是我理解错了。没事儿，我就是在纠结到底要不要把照片发给他。这万一把照片发给他，结果是我误会了，那岂不是在惹事儿？可如果他真的是个渣男，在劈腿的话，如果他们真的相爱，不会因为你发了一张照片而分手。如果他们本来就存在信任危机，就算你不发这张照片，他们这段感情也迟早会走到头。有道理哎。许律师，你在感情方面还挺有见解跟经验的。许律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在国外也会接一些离婚案，看得多了，经验自然就会多一些。这样啊。我说的也不一定对，你自己考虑考虑，再做决定吧。谢谢你啊，许律师。回想过去的画面，匆忙写下的句点，路过多少个日月，没有言语的离别，朦胧视线的边缘，风吹散过往的碎片，思绪弥漫眼前，凝结成云烟，随即无声飘远。记忆的每一篇，已泛黄的昨天，翻过枝叶，你却印在每个故事背面，不停在浮现。不好意思啊，许律师，我不小心睡着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到的？刚到，正要叫你。啊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不客气。
那我先走了，许律师，你路上注意安全。再见。明，怎么啦？喂，阮月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我有点事儿要跟你说。哦，我正好也有事想跟你说，要不你先说。我发现陈思思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照片都是模仿你的。你要跟我说的是陈思思的事情啊？对啊，怎么了？哦，就没点别的事情要说吗？哦，你说张川那个事儿吧，他一回家就跟我说了，说他今天跟一个女老板吃饭被你碰见了，这不误会了吗？哎，没事儿，那个商务黄就黄了，不行再接一个。他就跟你说是跟女老板吃饭？对啊。怎么了？你还看见什么了？你看看呢？啊，这个他也跟我说了，因为他们今天那个品啊是一个护手霜，当时正在试品呢，这不让你看见了吗？就误会说他在摸人家手。哦，涂护手霜呢？那可能是我误会了吧？你放心吧，要是他真的敢劈腿，不用你说，我第一时间给他踹了。行。闸机快到了，瑞玉也快到了，准备准备好了。这才11点，他不12点到吗？他怕错过最好的那个打电话的时间，所以说他提前1个小时出门了。怎么接电话呀？哎，你好。你好。问一下，那个志坤律师事务所是这儿吗？是的。这是那个叫什么许怀啥的外卖这是？啊，您好。啊，请问是许怀送的外卖吗？好像是的。啊，那你给我，我给你带上去。啊，麻烦你了，谢谢啊。接电话。哎，许律师，你的外卖。快办，我没点外卖。这上面写了你的名字。那一定是送错了，我从来都不吃外卖。另外，我也没有国内的订餐软件。哦，哎，在这儿呢你。哟，阮月，你到了。你订的炸鸡呢？我给你买的可乐都送到楼下了，可乐配炸鸡绝配，兄弟。炸鸡呢？这儿。哎，你给拿上来的啊？那正好，咱一块儿吃。哥，别说，阮玉学姐现在可能已经不喜欢你了。就算还有点什么，她心里那个人也根本不是真的你。她连你爱吃炸鸡也不知道吧？哼哼，你要是摊牌了，她能接受真实的你吗？刘律最近跟律所的同事组了一个减肥小组，谁要是点了外卖被别人发现了，就要在公司的群里发红包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刘律，下次如果还想吃的话，还是可以以我的名义，我会帮你瞒着。但是我要提醒一下，炸鸡非常不健康，以后要少吃。行，好嘞，明白。那许律，你自律？当然。哎，好嘞，来，阮玉，我给你倒点可乐吧。可乐配炸鸡，哎呀，完美。谢谢。许律，你也就别喝可乐了，可乐也不健康。
真好吃。很香哦。明，你想吃鸡腿吧？你吃。你刚不还说过能吃2个大鸡腿吗？我想吃黄瓜炒鸡蛋，我吃这个就行。鸡腿无所欲也，许怀颂亦无所欲也，两者不可得兼，舍鸡腿而取许怀颂者也。真不吃啊？不爱吃，那就归我了。我正好出门前也吃过饭了，现在也不饿。刘律师，你多吃点。哦，你也不吃？那蕊蕊，你把这个饮料喝了吧。香啊！许律师，你喝点饮料吧，这个应该是你爱喝的，也比较健康。谢谢。送亲一杯纯正黑咖啡，祝亲开启活力的一天。上回许律师喝咖啡也像喝可乐一样，不苦吗？习惯了。许律师，你喝的是什么呀？黑咖啡吗？我还是头一次见人喝黑咖啡喝这么大口的。习惯了。可有些事情啊，苦不苦的，只有自己才知道，对吧，许律师？真好吃。那我打了。你好，我是阮玉，请问是陈思思吗？我是学姐，我存过你号码了。身份确认。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方便的，你说。是这样的，本来和解的事情，我打算请律师和你谈，但我想了想，觉得还是应该先跟你聊一聊。其实前段时间有家影视公司跟我聊过版权改编的事儿。是这样的，他们希望我能够妥善处理好这件丑闻，否则的话，影视改编也会被搅黄。学姐，我这里信号不太好，要不我们还是当面聊吧。1点在南湖茶餐厅见，怎么样？离你家也挺近的。好，我们一会儿见。他好像有所警觉了，从这里去南湖餐厅大概需要20分钟的时间，我现在就过去吧，以免出岔子。你一个人能行吗？应该没问题吧？机会只有一次，我陪你去。录音笔，上推录音，下推保存。谢谢许律师。
觉得打电话套话也没那么难，但是真要见面了，感觉心跳都加速了。做套眼保健操吧。啊？你小说里好像有写，看起来有用。对不起，签错了。签错了。那对的人是谁啊？是渣男。小说嘛，都是骗人的。做眼保健操是骗人的，还是喜欢我是骗人的？眼保健操管什么用？那天明明是骂了他100遍渣男，才成功冷静下来睡着的。舒姐，谢谢你能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跟你当面解释。思思，我考虑过了，和解没有问题。但是我现在的律师不只代表我的个人立场，还要为影视方考虑。为了不影响这本小说的影视改编，他们要求你在道歉声明中承认自己不仅发布过污蔑我的长微博，也曾煽动水军攻击过我。我没有啊，学姐。啊，我也知道发这样的声明确实是挺难为人的。但影视制作公司的意思是和解不成就继续起诉。可是学姐，我真没要故意攻击你。我当时发那篇帖子的时候，是因为我真就是那么以为的。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你就是温香啊。后来那篇帖子他自己发酵到那么高的热度，跟我真没关系，那就是网友自发的行为。思思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做过的事情都会留下痕迹的。你就算现在不承认，等之后调查起来也会被发现的。咱们呢，都是一个学校出来的，你是我的师妹，我当然不想把事情闹得太不好看。那学姐，你能不能先撤诉啊？你看，你撤诉了以后，还是可以找律师把事情查清楚，咱们庭下和解，和和气气的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啊，这倒也是个办法。可万一我撤诉了，有心怀不轨的人给我挂一个心虚的名头，再怂恿写诗人起诉我的话，那可怎么办？学姐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如果对话陷入僵局，可以跳脱出原本的思路，尝试换个话题带动他的情绪，让他放松警惕。思思，其实我最近过得特别不好。我知道，
以现在的这种情况，别说影视版权卖不出去了，再这样下去，网站跟我解约也是分分钟的事儿。怎么会呢，学姐？你可是网站的摇钱树。现在作者一茬接一茬，很快的。等我被千和网踢出了局，别的网站肯定也不会再签约我了。学姐，你多虑了。就算真有那么一天，至少石灿他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毕竟你当年在学校那么关照他，对吧？他现在那么忙，不会顾得上这种小事儿的。我本来还想，只要真的是你买的水军，有石灿这层关系在，至少我还可以求求你。那不然，学姐你就求求我呢？真的是你？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温香是我？我说我不知道，你不也没信吗？你不是说，在大学的时候，是在杂志上看到我发表的文章才有的文学梦吗？你未免也把自己想得太伟大了吧？从那时候就开始抄了吧？一篇抄袭的文，凭什么数据那么好？我就是想让大家看见真相，就是没想到，学姐你也太不堪一击了。我不过就是买了那么一点儿水军，你就不行了？姐姐，对不起。抱歉啊，没看住孩子。没关系。我发现岑思思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照片都是模仿你的。刚刚在想什么？许律师，幸好你刚才眼疾手快，不然我差点就露馅了。表现还不错。我的演技，是不是能上8点档啊？够糊弄外行的。意思他是内行，那我这演技在他面前……陈辉，一会儿你送一下阮小姐，记得把录音备份给她留绿。好。许律师，你不回律所吗？对，我要去机场了。你是现在就要飞回美国啊？嗯。那你这一次是专程为了我的案子飞回来的？在阮小姐眼里，我是这么闲的人吗？还是多谢许律师今天陪我来取证。你工作这么忙，多注意身体。开车注意安全啊！学姐，刚才是我情绪失控了，说了很多违心话。
其实我没做那些事儿的。你还在南湖附近吗？这是反应过来被录音了，来找补了吧？不方便，还是之后法庭见吧。Come in. Hello? Hello, Mr. Shu. It's for you. Flowers for me. It's the flowers that you bought. And don't worry, the payment has already been made. Can I help you move in? Sorry? No. Oh, what's the problem? I just really don't need them. And do me a favor, I throw them out. No need? Thank you. Okay, okay. Bye. By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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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e. 主任来电话了。喂，给你地址不是为了让你给我家里塞满东西的。什么东西啊？一盆非常丑的花。啊，哎，丑吗？那花是阮玉特地买来感谢你的。我想来想去，给你房间里添点生机，不是也挺好的吗？而且 Sir, excuse me, sir. I'm sorry. Can you bring the flowers back to me? Why? Thank you. Okay, no why. Bye bye. Bye. 许怀总帮你这么大一个忙，你没好好表示表示？当然表示啦。你看，我送了他花，刚牵手。果然啊，写言情小说的人就是会玩浪漫。送的什么？是卡布奇诺还是蓝色妖姬？哦，卡罗拉也不错。长寿花，既能清热解毒，又能安神醒脑，还有助于睡眠。他经常国内国外的来回飞，就有助于他倒时差，很适合他。走实用路线啊，也未尝不可。那是只送了他一个人吗？哎，慢点啊，猫哥，慢点，没事没事，这不重。放哪儿，猫哥？放那儿，切好这个角度，放那个角落上。那之前那个呢？谢谢。客气了，许律师。其他的资料我已经在整理了，到时候还要再麻烦你了。不用这么客气。谢谢姚丽蓉让我去趟公司，不知道又要发什么疯。感谢委托人阮小姐送的发财树。你刚在电话里说，而且什么？哦，我是说阮玉给整个律所都送了，也不好少你那一份嘛。
录音证据在法庭上只能作为辅证，但之前的反调色盘对比可以证明小说的独创性表达。把这项工作继续做完。好的。徐律师，第13章我没有别的问题了，晚上我再整理一下。抱歉，我接个电话。哦。喂，在家。不排除是被告实施的报复行为。SG 的高层应该都最清楚，被告是有能力对炸弹实施远程操控的。那是警察的事情。好，那你们处理吧。抱歉啊。徐律师，你那边是不是太晚了？咖啡又白喝了？你刚刚说什么？哦，我是说你那太晚了，我们还方便继续谈吗？行吧。那就第14章。那就第14章，第3段。他原本并不喜欢毛茸茸的动物，直到那天路过艺术馆，看见他在草丛里投喂一只流浪猫。阳光、微风、青草地、猫，还有他，这些所有构成了一幅温柔到极致的画面，投落在他心间。从此后，如同爱屋及乌一般，他开始学着他的样子，去和学校里的每只猫说嗨，却始终没能对他说出那声嗨。许怀颂本来就喜欢猫，我为了粉红泡泡瞎改什么呢？这2句话还真是撞得一字不差。许律师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。你塑造的人物心理是爱屋及乌，那对方并不是。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写诗人的男主是早就知道女主要路过艺术馆，刻意表现了这一出的，所以他不是什么爱屋及乌。是我先入为主了，我忘了他把男主改编成心机男了。心机是贬义词吧？不是，许律师，你别又误会我对这个男主有意见。我很理智、很冷静的在分析的。心机也算是个中性词吧。往好的说，说明这个男主很聪明嘛。
咖啡烫不烫啊？你快给它擦擦吧，徐律师。不烫。徐律师，他多大了呀？有没有打完疫苗？他现在能洗澡了吗？疫苗都打过了，大概6个月左右。哦，行，那你还是帮他洗洗吧。这小猫咪舔到了残留的咖啡，可能会有危险的。案子我们可以等会儿再聊。怎么洗？你不会？这不是你的猫吗？那是谁寄养在它这的？怎么洗？你需要给它准备猫浴液，吸水毛巾，最好还有烘干机。然后把小猫放在澡盆或者洗脸池洗都行。需要用38到40度的温水。你要注意。等等。我现在要做什么？你先把水温调一下，等会儿别用花洒直接淋它。然后呢，先把水放到澡盆，水位一定要稍微浅一点。它可能有点害怕，你动作稍微轻柔一点。现在应该怎么做？你可以左手捏住它的脖子，下手不要太重啊。然后呢？然后右手沾水，慢慢把它的脖子以下打湿，就可以给它上浴液了。你注意一下水，别呛了它。洗好了。哦，好，许律师，那你拿那个吸水毛巾给它擦一擦，再给它送到烘干箱里面，擦的时候轻一点，然后烘干机的声音也调小一些。原来他也喜欢猫啊，真好。
许律师，我还在这呢。哦，我吗？我要洗澡。许律师，那你帮我搬，不是，你把电脑搬出去呗。你不会光是你啊？哦，对，天哪，裸男！哇！许怀颂，干嘛？你干嘛？什么情况？我从实招来，快！我招来什么呀？他家猫把咖啡溅了他一身，他又不会给猫洗澡，他又溅了一身水的，就是你刚才看到的场景了。哎呦！哎，不对，有疑点。什么疑点？首先，他养猫；其次，他养猫不会给猫洗澡，所以会给猫洗澡的是谁？你是说，他家里还有别人？他有女朋友？也可能他平时就是带猫去宠物店洗了。不过你说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。确实，他家明明有烘干机，家里应该是有人给猫洗澡的。再说了，他也老大不小了，人又那么优秀，没有女朋友才不正常吧？哦，对，有正事儿我忘说了，好消息，你们网站官微可发声明了啊！说经过调查确认，写诗人承认自己不是原创，苏成对你的指控又没有证据，所以最终确认您就是清清白白的原创作者。我声明发给你了，你看看。刚刚都没注意。两位律师，这是千和网发的调查声明，能否在法庭上作为辅助证据？你是没看见我们主编那个嘴脸，昨天还在那儿一通突输出，跟个机关枪似的，结果今天呢，看到声明态度180度大转变，变脸那个快呀！果然，能屈能伸的人才能做到那个位置。你又跟你主编吵架了？没有啊，我是据理力争，他无能狂怒罢了。辛苦姐妹为我挡子弹，没关系，你请我吃饭就好了。请你吃好多。好的。有了这个调查声明，诉讼的胜算会更大。不过陈思思被网站当众打了脸，估计又要安排水军带节奏了。小问题，既然捂不住别人的嘴，那我们就自己闭上眼啊，眼不见为净。还真是。是刚在眼前遮住了脸，就被刘律师给揭开了。这波是2换1啊！放弃了写诗人，打了苏成脸，就为保一个温香，可真舍得。谁更赚钱就保谁呗。不过要我说啊，温香这成绩也就是运气好，明明苏成写的更好。这个社会需要正义的发生，我还是无条件支持苏成。你很闲？还好啊。那就拿去重写。你这律师声明力度不够。我不要面子的吗？声明机会只有一次，如果不能一针见血，就等于一败涂地。是当事人的权益重要，还是你的面子重要？你行你来。刘律师，这回没开玩笑，你这工作真不够到位。哎呀，是写的匆忙了点儿，一堆案子忙昏头了。刚才那些截图也忘过脑了。录音证据已经固定，可以跟被告正面开战。刚才的网站声明只是第一步，出现舆论反弹是正常现象，不用在意。后续还会发布律师声明，
今天之内会彻底扭转舆论风向。这刘律师确实不太行啊，神经是够粗的。论靠谱，还得是许怀颂许律师，但是他好像是名草有主了，给你发消息这语气也太官方了。那我也再官方一点吧。好的，许律师，你和刘律师都辛苦了。收到。